女生只是因为裙子穿太短，咔嚓一刀就斩掉了双腿。只要有人在学校里谈恋爱，男生会被处罚在树上扮演晴天娃娃，女生则会跳楼摔死。总之，在这个恐怖的学校里，只要有人违反校规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。恭喜你又刷到一部吓死过人的恐怖片，如果你看完感觉不够刺激，请直接扇我的脸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部号称无数人的童年阴影——校牧处。在小时候，我原本以为山村老师已经是我的心理承受极限，直到我看了这部校牧处，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心理阴影。废话不多说，兄弟们，开饭了！这所让无数人留下心理阴影的学校叫纳兰穆德。20年前的一场离奇大火，直接给学校刻上了死亡烙印。深夜11点的教学楼，校长夫人被烧成重伤昏迷，可校长却疯了似的喊着校务处里还有人。但是消防员把楼都翻遍了，也没见到半个人影。更诡异的是，这学校压根就没有过校务处。没几天，校长就吊死在学校的歪脖子树上，死状凄惨。从此，这所学校就成了鬼校的代名词。本以为学校会就此关停，没想到20年后，这所学校拆掉重建成了一所女子高中。但是今年因为生源紧张，校长居然拍板招了4名男生，这操作直接给现任教导主任方老师给整无语了，极力反对却丝毫没用，只能咬牙给这4个冤种安排上了坐牢式的管理。宿舍是杂物间，食堂也是禁区，上课单独开班，连体育课都只能在室内转呼啦圈。女生在操场上玩得开心，她们却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，这待遇简直比劳改还憋屈。4个男生里，小迪最先扛不住这枯燥的日子，借口上厕所偷偷溜出去抽烟。可这翻新后的男厕所脏得离谱，前2个坑居然都锁着门，好不容易钻进第3个，可刚掏出烟就扑通掉进马桶。正当他骂骂咧咧的时候，隔壁却传来女生的笑声。谁呀？整包烟都掉进厕所里了。原来是经常违反校规的女生阿斯，她刚好躲在男厕所里抽烟，还大方的递烟给小迪。这可把小迪给乐坏了，赶紧在烟盒上留了号码，让他有空约自己。喂，还给你，有空找我，我很喜欢玩的。有空再说吧。可重点来了，注意看，阿斯离开时居然是从1号坑位走的，而小迪在3号坑位，中间还隔了一个空位，这烟到底是咋递过来的呢？小迪没有多想，洗完手还想等阿斯要个联系方式，趴在地上往2号坑位一看，居然有双白鞋一动不动。等他转身洗脸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走，快点走。小迪回头一看，里面空无一人。走了也不说一声，也没搞错。可下一秒，门又咔嗒自动反锁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女生的尸体。另一边，风纪委员阿敏是方老师的得力助手，专门盯着4个男生，为了不让几人去食堂，就把饭送了过来。哇，这块是什么呀？食物是用来吃的，别这么浪费，拜托。不是啊，高强，这猪排真的很难吃啊，又凉又硬又咸，不信你自己试试。4个男生里的小强想给兄弟们争取点福利，跟着阿敏想找方老师提意见。下楼时看到保洁阿姨正在刷墙，墙上似乎有个人影，他也没在意就出去了。结果走到校长上吊的歪脖子树下，偷听到了方老师让阿敏全程监控他们，只要犯一点错就立刻开除。更吓人的是，小强头顶全是苍蝇，他下意识的抬手驱赶，结果一摸，居然摸到了一只冰冷的脚，原来那就是20年前上吊校长的鬼魂。画面一转，来到晚上，阿斯通过烟盒上的号码约4个男生去小树林里开派对。小强不想违反校规，劝大家都别去，这下可惹恼了宿舍的兄弟们。其实小强也是为哥几个好，就是因为白天听到了方老师的谈话，怕兄弟们违反校规被开除。眼看兄弟们都执意要去，他就让舍友们带好相机。他想了一个损招，自己直接翻墙过去找阿敏，提前让阿斌偷偷拍照。阿敏本是守规矩的乖乖女，可架不住青春期的荷尔蒙，差点就沦陷了。关键时刻，阿斌直接拍了照片，无奈阿敏只好被迫加入派对。一群人就在校长上吊的树下讲鬼故事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校长的鬼魂其实就在树上，着急的警告他们快跑，快走啊！小迪和阿斯喝到深夜，他也是臭不要脸，借着酒劲就向霸王硬上弓，结果被阿斯一膝盖顶到了要害，疼得直打滚。
等阿斯走后，小迪抬头一看，天台上突然探出一颗惨白的脑袋，下一秒，小迪慌不择路地跑进教学楼，紧接着听见有人喊他。立志后，立刻让校务处见。小迪以为有人救他，可找了半天也没见到人影，只能躲进厕所。没想到这时3号坑位的门自动打开了，隔壁突然伸出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，定睛一看，还好是只女鬼。这只女鬼居然没害他，反而示意他赶紧跑。就在小迪准备逃跑时，厕所门突然燃起大火，下一秒直接变成了校务处的大门。小迪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第二天，校方为了不影响学校招生，居然让剩下的3个男生保密，就说小迪是自己逃跑了。可几人刚下楼，之前一直粉刷墙上黑影的老婆婆突然晕倒，墙上又多了一个人形的黑影。更诡异的是，昏迷20年的校长夫人，也是方老师的姑姑，突然醒了过来，不说话也不吃饭，方老师怎么喊都没有反应，他就直愣愣地站起身，在病房里反复开门关门，手里还做着打火的动作，就像在重现当年的场景。而这时，阿敏和小强的亲密照片不知被谁发到了网上，这下全校都知道了。最后方老师查出是阿斯干的，直接要把他开除。阿斯以为阿敏把他给卖了，恨得牙痒痒，在学校门口给阿敏臭骂一顿，转头就让男友半夜潜入学校，把正在练拳的阿敏给迷晕。谁知他这个男友实在挺畜生，想扒光他衣服拍裸照报复。就在两人争执时，广播里突然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：立刻到校务处见我。阿斯的男友以为是恶作剧，不信邪的拿起刀就冲到了走廊，结果镜头居然出现一间从没见过的校务处。不就一间房，恐怖什么呀？话音刚落，下一秒就被无形的力量给拖走。阿斯吓得连滚带爬往下跑，可教学楼的大门也变成了校务处的门，他只能再次往回跑，刚好撞上醒来的阿敏。阿敏也不计前嫌，想安慰他，转身倒杯水的功夫，阿斯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下一秒人就没影了。这时的墙上又多了2个人影，小强和阿敏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上网查资料，结果发现一个毛骨悚然的秘密。这所学校的校规第1条，不准谈恋爱，就是死规定，只要违反，深夜就会被校务处召唤，要么失踪，要么死亡。而唯一破解的方法就是找到20年前旧校务处的位置，一把火烧掉。可学校重建过，谁也不知道校务处的地址在哪儿。与此同时，查理和女生小琪正在偷偷谈对象，两人趁着没人注意开始交换情书，谁料被方老师抓个正着。于是方老师强迫小琪写分手信，还告诉他妈妈把他转去国外。可查理得知消息后根本不甘心，就在小琪收拾行李的晚上，查理冲进女生宿舍当众告白，小琪感动得一塌糊涂。结果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打啵儿，这不纯厕所里打灯笼找死吗？下一秒时间静止，一道虚影把两人拖进了校务处。等他们醒来，结果发现阿斯正在抄写校规。该说不说，阿斯这个学渣字写的还怪好看的，但他用的墨水居然是自己大腿流的血。原来阿斯仅仅因为穿超短裙违反校规，结果就被教导主任砍断了双腿，还被告知要抄满100万遍校规就能走。可每抄完1篇，纸就会自燃。查理和小琪裤裆都吓湿了，可无论怎么跑都会回到原地，就像遇到了鬼打墙一样。最后小琪被教导主任推下楼摔死，而查理则被吊死在歪脖子树上。这时方老师才终于说出了全部真相。20年前教导主任阮世英制定了变态的校规，所有违反的学生都会被他私下惩罚，而因为校长和阮世英有奸情，所以对这一切视而不见。后来校长夫人发现后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校务处，把汽油全泼在阮世英身上，一把火点燃。可爆炸后却没找到阮世英的尸体，而他自己也被烧成了重度昏迷。阮世英的鬼魂就此盘踞在学校，开始惩罚每个违反校规的人。方老师当年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，他暗恋的男生就是被阮世英害死的，他一直想报仇。而醒来的校长夫人反复模仿路线，正是去救校务处的位置。小强、阿敏、阿斌、芳芳4人决定重返学校，用汽油烧掉校务处，替朋友报仇。可刚进教学楼，广播就开始点名让他们去校务处。可以
高汉强、刘卓，我们来了，要罚我们就出来抓我们了！你看我们的花样，早就犯校规了，出来抓我们！突然，芳芳被一只手抓进了校务处，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关键时刻，阿斌想起阮世英因情而死，于是他就对着芳芳深情告白。这招果然吸引了阮世英的注意，小强和阿敏趁机冲进来救走芳芳，把汽油泼满校务处，一把火就点燃了。本以为阮世英被烧死了，可阿斌刚打开实验室的门，结果下一秒，原来他们刚刚烧的并不是真正的校务处。芳芳想故技重施告白阿斌，可因为他并不是真心的，阮世英这回并没上当，一怒之下直接把阿斌烧成了灰烬。几人在逃跑途中，阿敏突然也被阮世英抓走，小强把芳芳送出教学楼，自己则冲回去开始告白。这真心告白居然真的让阮世英停手，眼看大门即将打开，可阿敏却一把关上校务处的门，让小强赶紧跑。看来这真是完了，这俩人是来真的呀！这下算是彻底触犯校规了。就在阮世英要掐死阿敏时，方老师带着校长夫人赶到。校长夫人按照记忆中的路线，把他们带到了天台。原来学校重建时拆了一层，天台就是旧校务处的位置。校长夫人点燃汽油瓶，旧校务处的真面目瞬间暴露在大火中。阮世英想起当年被烧死的仇恨，一把掐住校长夫人，直接将其砸晕，接着又朝小强和阿敏扑来。这时方老师大喊：我最恨你这个熏陶主任！说完就点燃了自己，和阮世英同归于尽。小强和阿敏趁机逃出，可没想到阮世英的鬼魂还没消失，临死前还想拉他们垫背。好在查理和小齐的鬼魂冲了出来，死死抱住了阮世英，把他拉回了大火中。墙上的人形黑影全部消失，而教务处也彻底消失。两人这时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，可就在走出教学楼大门时，阿敏这时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你刚才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什么话？你说你犯了校规，你说你喜欢我，是真的。那你呢？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恐怖的是，小强一进门，阿敏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。原来阮世英根本没有被消灭，而是趁机附在了阿敏身上。这结局直接让人头皮发麻，恐怖循环根本没有结束。只要有人还违反校规，校务处的阴影就永远不会消失。当时看完这结局真的能把人送走，小时候看完着实也是难受了好几天。咱就说白了，电影里的变态校规的确是夸张了，但现实里也少不了各种条条框框。规矩本来是用来兜底的，可一旦变味成了极端的控制，就跟阮世英的执念一样，只会困住所有人。不管是学校还是生活，太死板的约束从来不是保护，反而容易滋生问题。与其怕违反校规遭惩罚，不如守住分寸，尊重彼此。毕竟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极端规则换来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我是听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